妻子明明被侵犯致死，可法医检查后竟说他是男人。谁说这是个女被害人啊？死者确实不是女人。更震惊的是，凶手不仅侵犯男人，还把尸体的下体割下收藏。正当案件一筹莫展时，现场发现的颗粒瞬间引起了刑警的注意。而事情还要从不久前说起，一所别墅里全是警察，房主也在给民警汇报情况。郭队带着小队径直的来到房间，看到屋里滴落的鲜血，郭队顺着血迹来到楼上死者被杀的房间。法医简单的查看，发现死者不仅正面被袭击，身后也有刀伤的痕迹，而且还看到死者的喉咙有异常，蹲下身抚摸，看上去像是有个喉结，这让法医也很疑惑。郭队那边已经在屋里展开调查。小徐在别处的地毯上发现一些细小的塑料颗粒，郭队也是把房子的主人王有安叫来，从男人这得知死者叫做何小雨，是他的妻子。郭队问他房子钥匙有几把，男人如实的回答有3把，其中1把是在他弟弟那，之前家里装修让弟弟来帮忙照看。问他昨晚去干嘛了，男人只是说自己昨晚喝大了，睡在公司没回来，还在7点打电话给小雨说了这情况，哪知道早上回来家就看到这一幕。小徐这里来到值班的保安室，询问他们之前是否有异常，保安告诉他异常倒是没有，就是路过王总家门口时，恰巧看到他们家发生争吵，王总还打了他的妻子，这可是条重要的线索。随后又来到王总的公司询问确认，秘书告诉小徐他们，王总昨晚确实在公司，晚上的时候他还碰到过王总，看来这王有安也没有说谎。回到了警局，众人开始商讨起案情。小徐简单的介绍了王有安的背景，还根据死者家中门窗完好，初步判断这是熟人作案。法医也经过尸检，发现尸体胸前的是致命伤，背后的伤只是损伤了肋骨，死者死前也没有挣扎的痕迹。现场发现的血迹都是只有死者一人的。死亡原因是肝脏被刺后的失血过多，此外没有遭受其他任何侵犯，包括性侵犯。死者被刺后维持了短暂的意识后昏迷，大概1个小时以后失血过多致死。这样推算，被刺的时间应该是在当晚的8点半到9点半之间。和小雨的被害时间与王有安消失在公司的时间基本一致，但在和小雨腹部的匕首上，警方所采集到的指纹并没有王有安的，分别是何小雨本人与另一位陌生人。不过在刀把上，警方提取到了部分植物纤维，是市场上比较常见的白色线手套，或许可以理解为凶手是戴着手套来进行作案的。另外，当时在地面上发现的粉色颗粒是一种建筑装修所用的涂料，可在死者的家中并没有发现有使用过同类的涂料。通过以上的证据线索来判断，凶手除了王有安外，很可能还另有其人。一般来说，夫妻间一方被害的配偶作案概率能达到70%左右，尤其是像王有安与何小雨这种老夫少妻的组合，往往更容易产生分歧。更何况王有安还曾动手打过何小雨。然而，一个更为惊人的发现让所有警员都觉得这起案件的确与众不同，那就是被害人何小雨，她并不是一个女人，或者说她从前不是女人。刚刚做完的尸体解剖情况，死者确实不是女人，是一个经过变性手术之后由男人变成的女人。死人不说谎，死者的女性性征是整形手术的结果，而非天生。想不到何小雨竟是一位变性人，为什么没有听王有安提起呢？他又怎么可能会不知道？在对何小雨保险箱进行破解后，发现里面并没有藏着什么钱财，而是2张照片与1本日记。照片中的小男孩与何小雨十分相像，很可能就是幼年时期的何小雨。至于日记，里面大多都在表达对姐姐的歉意，仿佛他做过什么对不起姐姐的事。那么日记中的这位姐姐又是谁呢？郭队长称，凡是做过变性手术的人都会在公安部门有存档，只有这样才能在变性之后对性别进行更改。或许可以通过何小雨从前的存档来查出与他相关的家人信息。随后警察把王有安叫来问话，问他为何之前不说妻子是变性人一事。他告诉郭队，这是如果换成谁都不会说的。还告诉郭队，他是在一个派对上认识的小雨，自己当时一下就被他那气质所迷住，当时自己还有妻子，但是他果断地选择了离婚，还支付给了前妻基本上全部财产，而他都不在意这些，这样做都是为了和小雨在一起。之后他们就结了婚，但刚过新婚之夜，小雨就告诉他自己是变性人的事情。王有安在那一时间接受不了，所以就打了小雨，但是事后他又很心疼妻子，说完就难受起来。小徐经过对王有安弟弟的询问，得知了当时有7个装修工在装修，里面有一对叔侄很难缠，天天缠着他，问他要钱。他还记得那个叔叔叫做根法，他的侄子叫做友军。随后让他将那7个装修工的情况写下。小徐还调查了何小雨，原名叫做何孝雨，22岁前性别是男，身高172，出生在农村，家中父母早年就离世，是那个比他大10岁的姐姐把他拉扯大的。姐姐随他的母亲姓，叫做张丽仪，目前还在南方那边打工。郭队看着张丽仪的身份证，当他看到名字和出生年月时，
想到了死者小雨保险柜的密码，正是他姐姐的名字和生日。小光也进一步鉴定了凶器上的指纹，可以认定一点，凶犯都是同一个人。他拿着刀对受害人进行了2次的攻击，一次是在楼下客厅先动了手，另一下是凶手追着死者来到楼上卧室，给了致命的一击。经过警员们的排查，也将有作案嫌疑的装修工根发叫来。根发来到审讯室也是很慌张，连忙的告诉郭队，他和侄子前天晚上是去过死者家，不过只是去要钱罢了。当时死者妻子也给了些钱，说剩下的钱让他们等到第二天早上她丈夫回来再来要。谁曾想第二天过去时，就看到他们家有很多警察在那，被吓得不敢过去。郭队听后也很无奈，这最有可能的线索也断了，于是和小徐再次来到案发现场这里。这次他们来到旁边几栋住户这里搜寻线索。郭队正走着，看到一个花盆后像是有什么东西掉落，走上前一看，是一双沾染红色的劳保白手套。于是根据手套的位置，来到这所住户的院子里。刚进来就看到院子里面掉落着和案发现场一样的红色颗粒，看来这家人不简单，赶紧敲门询问这家的主人情况。这家的女主人告诉郭队，自己在案发那天下午才回的家，当时因为第二天要出差，家里很乱，她从城里回来就顺带找个小时工来家里打扫。她记得当时下午是3点多进的小区。郭队让她说一下那小时工的情况，女人只记得那小时工身上很脏，因为是刚从城里帮别人装修完，衣服都没换，被自己拉了过来，还说小时工干活时戴的就是常见的劳保白手套。这个小时工看来嫌疑很大，随后让女人一同回警局，让她帮忙描述那个小时工的模样。而郭队经过鉴定，在这个女士家里发现的那些红色颗粒和案发现场发现的完全一致。小光也鉴定出手套上的红色正是死者和小雨的血迹，看来凶手就是那个女士请来的小时工。女人还在描述长相，郭队见到她描述一半的模样，突然想起死者姐姐的样子，让女人看了张丽怡的照片。他感觉这照片比小时工本人年轻，但是俩人确实很像，因为这照片是7年前的。郭队让老师通过技术将照片的人还原到目前的样子。经过一番操作，女人看到还原后的样子，一下就确认嫌疑人正是死者的姐姐张丽怡。张丽怡这时也来到审问室，她主动诉说着自己犯下的错。原来他们父母离世的早，她发过誓要把弟弟培养成人，弟弟是他们何家的命根子。谁料这个不争气的弟弟非要去变性。张丽怡说着哭着。当弟弟变完性后，张丽怡看到眼前变成女人的弟弟，一时间感觉天都塌了。她想让弟弟重新变回男儿身，可和小雨就是不答应。于是姐姐第一次动手打了小雨，也就是这样他们姐弟俩的关系很僵硬。弟弟随后离开，她就没再回去。随后张丽怡的丈夫也跟她离婚，村里待不下去了，就来到南方打工。在南方工作时，朋友告诉她好像在京北看到了弟弟的出现。张丽怡不死心，就来到京北找弟弟，想再次劝说让他变回男儿身，但来到这边这么大城市，怎么也找不到弟弟的身影。就在前几天，他接到一个小时工的工作，在客户家里打扫卫生时，从阳台看到对面的屋子有个女人在跳健美操。此时对面的女人来关窗帘，正好和他对视，这一看，这不就是自己一直要联系的弟弟？这可能就是命运的安排。于是他就来到了弟弟这里。弟弟本来很激动地抱住他，但张丽怡还是劝说着让他变回之前的样子。弟弟听了不能接受，张丽怡直接给小雨跪下，求他变回去。姐，你这是何苦呢？我这样不是很好吗？我还是你弟弟，姐，就求你放过我吧。小雨，你要是不答应我做手术变回男人，这个就不起来了。姐，你这不是把我往绝路上逼吗？你要是铁了心不回头，不是你死，就是姐姐本杀，你就真杀了我吧。于是张丽怡就犯了傻事，以为是那女人占据了弟弟的躯体，就拿刀伤了弟弟。郭队听后告诉他了真相，原来张丽怡从背后刺的那刀并不致命，真正杀死小雨的是他自己。小雨可能也是不想让姐姐再这样，最终选择了终结自己。